针对不在台湾在海外的一些朋友，如果你想要对易经有多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有录一个课程，我们介绍了易经8个卦。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乾这个字，这个字呢是金文，金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个金。为什么叫金文？因为这个字一开始是刻在青铜器上面，所以我们称为金文称为金文。乾呢没有甲骨文，但它有金文。你说甲骨文跟金文谁比较早？你一定会说甲骨文比较早但是你要知道，甲骨文是商朝的文字，但是商朝也有很多青铜器。商朝的青铜器技术甚至不输周朝，至少不输周朝前100年就商朝的那个青铜器技术比周朝也许前50年、前100年还要先进。也就是说，武王伐纣虽然打败了商朝，可是这个青铜器技术呢，没有完全，可能这些匠师这个做青铜器这个跑掉了，不愿意效忠这个周朝，所以他的技术呢没有完整的传承到这个周朝这边来。所以也就是说，商朝的青铜器技术其实某些地方比周朝还要先进。那他们已经有青铜器，有青铜器就会在上面刻字。好，那你在那个甲骨上面刻字的那个力道笔画，跟在这个青铜上这个写法会不一样，因为主要是你那个材质不一样，用力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那个笔画的写法会顺不顺，你也会做一些改变。那这个就是在青铜器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字。那这个字跟乾我们要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其实就是正中央这个太阳，就乾卦的意象就是太阳。那你就会想到那坤卦的意象是不是月亮？可以啦，但是主要因为太阳主要是在天上，就坤卦意象是在地上，所以表示一个天一个地。好，那我们在天上，我们说天上有3个东西是明亮的。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一个是星星，就星星、月亮、太阳，有3个东西是明亮。这是如果从天地的角度来说，日月星都属于阳，因为他们都在天上如果是从天地这样的分法的话那日月星3个都是属于阳的。但是如果在天上来分日是属于阳的，星跟月是属于阴的。这是那个范围不一样，你范围不一样，阴阳就不一样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好，那它的核心就是这个日那这个日跟大地这个阴到底有什么关系？你看，你注意一下，上面有一个草，一个石这个石是什么意思？这石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草草不就2个石吗？在古代写草呢，有时候会写1个就好，有时候写2个，有时候写3个。这个都到现在都有留下来写3个，比如说这个字上面就是3个石，就是很多植物在上面的意思这就是这个字，什么东西很多植物，下面不是贝了这个下面应该是这个鼎，这个类似于鼎这个东西下面。所以它的字也有一些有延续下来，所以等于是你在一个鼎的盆子里面放了很多花花草草的东西，是不是花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定是植物，因为这个石一定是植物性的东西，不会是动物性的东西。就在一个鼎里面放了很多东西，蔬菜汤对，是因为这是一个卦，这叫賁卦这个卦你们将来如果听我讲我跟你讲，这个賁卦原始形象类似于客家人的盆菜。盆菜台湾有，但是不是很普遍。在香港的客家人盆菜很普遍。你如果到香港比较北边的地方比如说元朗那一带，那边客家人非常多我很想跟大家讲为什么香港客家人很多，但是我必须忍住不能够讲因为一讲就时间讲不完就是你现在到元朗去，你还可以到客家餐厅去叫一份盆菜来吃，
不是一个人吃的盆菜，你至少要7、8个人吃才好吃，因为它就是5种以上的菜色，然后让把它堆起来，堆得尖尖的啊，类似我们台湾卖春卷的摊子，那个摊子上它就会高丽菜、红萝卜丝，然后有没有？它也会好多菜把它堆起来，很漂亮，对。然后那个红烧肉有没有？就是也是4、5种以上的菜，那盆菜至少是5种以上的菜，把它堆得高高的、满满的，堆得高高满满。所以这个字啊，凡是有这个偏旁的字啊，它一定有一个意思，就是很饱满的意思，因为很丰富、很饱满，一定有这个意思。比如说加个心字边加个口字边愤怒的愤。愤就是你内心有一个东西很饱满在那个地方。喷水池的喷也是里面有一种压力，好像要冒出来了。然后如果什么都没加，这个是易经里我们念闭在古文里面这个也念奔波恩奔就有个成语叫做虎贲之势，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男子强壮，肌肉饱满，孔武有力，叫虎贲之势就是那个饱满，就是那个肌肉的状态，就是这个饱满，就像那个盆菜堆得很紧实，很丰富，很厉害的样子，就是这个。凡是有这个就有这个，这个意义从甲骨文一直流传到现在。那这一定跟拜拜有关嘛？不是拜拜，我们干嘛把东西堆得高高的，堆得很漂亮？一定跟拜拜有关。然后这个其实客家盆菜也是跟拜拜有关，就是祭祖嘛，祭祖所以要把那个堆出一个盆菜出来这个所以你发觉我们就生活在易经里面，我们就生活在易经。你们如果读过易经，真的是一切国学基础都在这里面。然后不要说国学基础，连整个文化历史，连整个古人的这个生活史、社会史，可能都包含在里面。这是很基础的东西啦所以因为可以讲了很多，所以我有时候就忍不住就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大家就是尽量吸收吧这个中文字是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唯一流传下来的象形文字。中文字是以象形文字为主以象形文字为主。那你说其他有什么文化他们是象形文字？埃及文早期也是象形文字，但其他的象形文字发展到要接近1000个字就上不去了。这个800字左右开始遇到这个困难了，因为象形文字就是要画它的形状，然后要造出1000个不同的形状，大概到1000个字就是极限了。超过1000个字还想用象形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做不到。所以埃及文字到大概你要到整个人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复杂，到后来就觉得象形文字不够用，所以他们后来晚期也就是象形加拼音要把它组合在一起，就一半象形也有一部分是拼音字，就它整个文字就变了。唯独中文是这个象形一直存在，他用别的方法是解决那个字不够的问题。用什么方法？你们都有听过6艺有没有？象形、指示、形声、转注、假借，还漏掉了一个。就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用那个拼音，还好没有用拼音。现在中文是现在唯一全世界的语言文字当中唯一不是拼音字的。如果你说我们文字有拼音的部分，就是形声这个部分，形声部分带有一点点拼音的意思在里面，形声。所以通常有固定什么偏旁的，常常发音也会差不多类似。这就是我就说它如果有拼音的意思的话，就是通常有那个偏旁那个偏旁代表是一种发音的方式的话，很多有这个偏旁，大概发音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就会讲有边读边嘛，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形声字很多，现在所有中文字里形声字的字数最多，所以有边读边就起码讲对的几率一半几率你会讲对，所以有边读边
它常常就是形声字啊。如果那个边你还念得出来，通常它就是形声字啊。好，但是它的基础其实是象形字，象形字再加上形声字，再加上那个转注假借意义的延伸啊，就创造出现在这么四五千个中文字出来。这个，但我们常用，大概我们常用的话，你大概会1000个字，大概一般中学程度你使用的这个作文大概就没问题了。你如果会到1500个字的话，大概高中以上哈，这个高中以上的程度就没有问题哈。你大概只要会到大概超过2000字，我本来说就有大学程度，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恐怕2000字都不到。好，就现在大学生跟从前不太一样了啊。这不是我不是瞧不起现在大学生，这要讲清楚，不然被你们传出去，我如何立足呢？就是我的意思说，现在大学生有他们喜欢跟能力强的另外一方面哈，跟从前的大学生不一样，不是负面的，也有带有正面的成分在里面啊。好，那这个字，我说这个为什么我强调象形字的重要性？因为象形字它包含的那个意义啊，就简直像个故事一样，就一个字就一个故事，一个字就跟你讲一个故事。这形声字作，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好像神话比较少，为什么西方神话比较多？因为他们看不到形象，就是他们不断的去编造神话。我每个字都是一个神话，真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神，不需要神话，每一个字就充满了意象在里面，就仿佛有一个人跟你讲一个故事一样。那比如说乾卦，我跟你们讲乾卦的故事。乾卦故事就是草字头代表植物，这个中间这个代表太阳，太阳在下面，在植物的下面，就表示它好像在地平线的下面，快要出来，还没出来，但你已经感觉到它快要出来，所以即使太阳还没出来，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光哈，就是天边你会看到一些光哈，那光会漫出来，然后那个光慢慢的就是那个光就慢慢让整个地面的温度会升高，就有个火，这个火倒不是说着火哈，这个火就是有这种温暖的感觉，地面温度增加。你们有没有出去露营过啊？要有露营你才看得懂这个字啊。半夜2点到早上6点的时候啊，那露水很重，你的帐篷啊，全部是小水滴，尤其你到早上5点最明显了，你的帐篷全部是水滴。可是很奇怪，到7点全部干了，很干也干得很快。那水滴凝结在一起，露水这种水滴凝结在一起也很快。那2点开始，那个水滴就凝结出来。然后一直大概到5点多大概是最多的时候，可是6点左右我们发觉太阳慢慢亮了哈，到7点就差不多了，干了就干掉了。这个就是这个字哦，就是这个火那个温度慢慢增加，然后那个水汽啊就蒸发上去，水汽凝结代表阴气重，阴气重呢它就会凝结，就凝结成水滴，看不见的水汽就会凝结成看得见的水滴，这就是阴气重。太阳出来，阳气开始重，阳气重，你原来这一些看得见的水滴又要变成看不见的气体，又要飞到天上去。好，阳的东西就往上走，阴的东西就往下走，所以水就往下走，因为水带有阴气啊。阳，它温度增加了，它就往上走，这个带有阳气，所以这里又分出这个阴阳，又分出天地出来哈。所以这个乾卦就是一个阳气慢慢升上来，然后把夜间的这个阴气啊，慢慢的让它消除，一点一滴的消除，透过这个气的这个，它还是有这么一个氤氲的效果，就把这个气推到天上去，然后整个大地就充满阳气，充满阳气以后，就这个草啊，就都竖直了，就开始。每一个草都欣欣向荣，就我们讲的欣欣向荣，就是这个意思。欣欣向荣一定是见到光，被光晒到，那个草就欣欣向荣。没有被光照到，一到晚上啊，我公司那个窗边我种了那个什么炸酱草，紫色炸酱草，很明显哦，太阳一下山，它就整个就垂下去了。
啊，那白天我一进办公室就每一株都是挺直的，就是这个阳光，这个阳光一出来带动阳气，所有的植物就欣欣向荣。然后晚上他们就蛰伏，白天就欣欣向荣，就是阳气就起来，所以这边就是这个不能够写歪歪的，这个草一定是要写，一定要写直直的，这就是一个大地从半夜黎明一直到太阳升上来的这个情景，这就是乾卦。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说哎呀，这个会啦，3个月以后就会决定，这就是半夜的态度啊，就是好决定，我去准备资料，开始做事了。这个就是白天的态度，就是太阳出来的态度。好，所以这个整个字就是这个让人产生力量啊。我今天如果说我把这个画一个符回去，如果你要考试，可不可以对你有一点激励的作用？应该会有哈。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激励只是开个头，它只是帮你开个头，开了帮助，接下来你自己必须接续这个力量。你必须这像什么呢？你有没有叫什么连通管是吧？虹吸管不是你要吸一下它的水出来。这个卦的不是卦，符的力量就是那个吸一下，让那个水流出来，让它水流出来以后，它就后面就源源不绝。它这个符的力量就是刚开始跟你吸一下那个力量，它给你带动那个力量。可是你后续的你要让它形成惯性，你让它形成惯性，这个就有力量。你没有让它形成惯性，这个其实它只是给你开个头而已，你后面都不做，这个没有力量。所有的原理都是这样，所有符的原理都是这个。所以你不要想说就靠一个符就好像什么都解决，不会。靠一个符是改变你内在的状态，你内在状态有被改变，就以后就什么都会改变。只是贴这个符，你内在只是被碰那么一下其实你整个人没有改变，这个不行。这个它那个力量没有办法延续下来。好，这个就是这个乾卦。这个有一句话用来形容乾卦是最好的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用来形容乾卦是最好的。从这里面，我如果不讲天地的部分，纯粹从人的状态来说，就是自强这2个字。乾卦就是你要自强，不然你就萎靡你要自强，一自强就整个人就会挺立，就会强。那个我就说乾卦必须带有力量性，这个强就出来，这是自己让自己变强。这自强是自己让自己变强，你提起阳气，自己就让自己变强。外在可以给你一个触发点，但是后续你自己必须还是自己要起来，所以自强。所以用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尤其是自强这2个字用来形容乾卦是最好。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健字，健字来形容乾卦也非常好。健字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天行健是什么意思？太阳的运行叫天行健太阳在天上运行就叫天行太阳这样有没有从东边到西边，这个叫天行。健是代表2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持续永恒持续不断，第二个意思是非常有力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就代表这2个意思，叫天行健。所以它是它会不会说太阳说我每天都出来好累我就跟你们请假10天？不会，太阳不会跟你请假10天，它不会累永远就一直持续性，一直持续性。所以这个健就代表这2个力量，一个代表跟强一样，代表它某一种力量；第二个就是它有一种持续性。这个乾卦也必须是要有持续性。你如果要提起这个乾卦的力量，你必须要有持续性。你不能说我提起5分钟，那5分钟后就没有，它必须要有持续性。这个持续性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你只要用乾卦的力量去做它，那个持续性一放下去，那个结果一定非常惊人。比如说，我们这辈子有多少次想要好好把英文学好？对不起，说到你们的痛点，也说到我的痛点。我们发过多少誓要把自己英文学好？通常我们发誓要把英文学好之后，我们就会去买一本字典，
所以我就看你书架上有几本字典，就是你曾经发誓过几遍你想要把英文学好，结果一失败哈。这个每一个字典都代表一次失败，每一个字典代表一次失败哈。我的字典有7、8本哈，所以你可见我是多么天行健，不断的在发愿。好，但是你如果真的按照乾卦的方式去做，你不可能英文不好。我这边举个例子哈，我就说，比如说你从国中毕业开始，国中毕业几岁呢？15岁好，你从15岁开始好了。15岁开始呢，你每天就读半个小时英文，这半个小时你不要乱读，你就好好半个小时，你就背5个英文单字就好了，跟它的一个例句，一个单字一个例句，半个小时背得起来吗？5个英文单字可以吧？怕你忘记，对不对？好，礼拜六、礼拜天没有进度，完全复习，礼拜六、礼拜天都复习，好，礼拜1到礼拜5就是每天5个，每天5个，每天5个怕忘记嘛，礼拜六、礼拜天全部用来复习，这样总可以了吧？每天半小时可以吧？不困难吧？难在持之以恒，中间永远不要断。你如果这样持之以恒，从你15岁到你25岁，花10年的时间进去，你知道你现在英文智慧能力有多少吗？你可以算一算1年有52周啊，每一周你乘以25个英文单字，52就算50好了。过年让你休息2个礼拜可以吧？哈，不要对你太狠。50乘以25，25乘以50，125012550。10年12000多少字，你已经比那个要去考托福或者考什么，那完全足够了。你去考那个只要9000个英文单字就可以了。你现在到12000多个英文单字，怎么可能英文不好呢？但谁做得到？很难做得到。它的差别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持之以恒，你就不能天行健。你如果天行健的话，那个功力累积在一起，哇，那成果你难以想象。就怕你不做。从前我在学太极拳，后来当然就没有学好哈，就跟我那个字典一样。那太极拳就像我的一本字典一样。就那个老师第一堂课就是说，好，我就今天只教一个动作抬起来，放下去，就只教这个动作。我就想我们今天1个小时全部只学这个动作，就吸气然后放下来，就1个小时只学这个动作。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每天练，你每天练1个小时，就像今天这样，你每天练1个小时，吸气放下来放松，吸气放松，每天练1个小时，10年以后你就是气功大师。我一听有道理，因为这跟我学的易经是一样的道理。你每天练1个小时，10年以后你就是气功大师，你就可以站到上面来教大家。今天教大家就这个，真的就这个东西，你慢慢练，然后越练越深，越练越深，你一定到后来会感受到这个不只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里面有一层又一层的，是完整的讯息，全部的讯息都在里面。就人体的很多信息都在里面。那你练3天5天，当然你感受不到。可是你练3个月，同样这个东西你练3个月，慢慢你就会进入到人体更深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个呼吸不是呼吸，你就会觉得呼吸不是呼吸。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呼吸不是呼吸。你说那老师，呼吸不是呼吸，呼吸会是什么？你们试试看呼吸不是呼吸，呼吸同时也是情绪。这个你可以理解，可是你只是理解，你不是感受。我要叫你练到你感受到你的呼吸就是你的情绪，可以吗？然后你若练到那个地步，你就可以用你的呼吸去调整你的情绪，是不是又进去了？这里就开了一条路，你就进去了。不是叫你用推理，你用推理说我可以理解就因为我们情绪紧张，我就呼吸急促嘛，情绪平缓，呼吸就会正常。你只是用头脑在理解，你不是用你整个身体去实践。就当你用身体去实践的时候，你把你的呼吸跟你的情绪的那个东西，知道它那个是怎么关联在一起的，好，太好了，你就进去了。你将来就可以用你的呼吸去调整你的情绪，随时随地。因为有很多情绪是内在情绪，不是外在情绪。外在情绪你都看得到，
内在情绪你看不到，可是你自己心里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有一些比如说焦虑别人看不出来，只有你自己知道。但你自己知道自己有焦虑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呼吸，其实可以化解掉那个焦虑，因为你找到一条从呼吸跟情绪连在一起的那个道路在哪里，你找到了。那你要怎么找到？练，你要至少要练3个月以上，每天练1个小时。好，我们那个第一堂课休息一下。